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全。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九运这个课题为什么会想做这个题目呢？因为前几个视频我就看到留言，大家对这个九运好像都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做一期的视频来聊一聊关于九运。那当然，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类型的题目的话，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拍更多关于九运的视频。因为其实九运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是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聊一聊5个你需要知道关于九运的事情。那我们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九运。那其实在中国玄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时间的划分的方法，就我们会把20年称为一个运。我们总共其实是有9个运，一个运是20年，所以9个运的话，总共就180年。我们现在还在呢，是在第8运。明年呢，就是2024年呢，我们就会正式的进入第9运。那这个第9运呢，我们是会从2024年开始到2043年。那这个9运呢，所代表的一个卦，其实是易经里面的离卦。我们其实易经里面有9个卦，每个运都有一个卦这样子。那我们9运呢，就是离卦。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一个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9运就是代表离卦，那离卦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火，在五行里面的火元素。火的一个特质它是热情的，是一种热忱，它代表一种光明的，然后同时它也非常的外向，它是非常的显露的，是很容易被你看到的。火是一个很容易被看到的一个特质你可以看到它，但是其实你是抓不到它的。好像土的话，可以看到它实质的东西。那火呢，你是抓不到的，所以我们会叫它比较虚的。火是虚的，是也比较空洞的。但是它又让你可以感觉到火的热，它的热忱，它的那个温度。所以火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元素。然后火呢，它同时呢也是一个向上的、向上升华的一个能量。就是我们每个五行的元素，它们都有一个能量的方向这样子。那火呢是急速上升的一个能量，那同时它也代表着一种转化的能量。你想象一下，其实火它是可以把某一个东西转化成另外一个东西的一个能量。好像你要打铁，你要炼铁的话，你是不是需要火？就火的话，你可以把某种金属融化，变成另外一个形态，然后去打成你要的形态。我们都需要火，又或者火拿去烧那个木，或者烧那些纸，你是可以把原本这个木变成灰，变成土，对吗？所以其实火这个能量是蛮重要的，在把某一个形态的元素变成另外一个形态的重要的能量。火呢也是非常的快速的，就是它是一个快速变化、快速被你看到的一个能量。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烧东西的话，你一点燃它就立刻烧起来了，它不会让你等这样子，但是它可能也很快的就会灭掉，这个火就会灭掉。它很快可以起来，但是很快也可以消失。所以以上呢都是这些火的特质那我们知道这些火的特质呢有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火的特质，它会影响现在整个世界或者整个大的环境。因为我们讲9运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能量的转换，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或这个世界它的一个能量的转换。我们在8运的时候走的是土运，土，然后现在我们进入火的话，它就会影响我们全世界，无论是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还有各行各业我们都会开始受这个火的元素影响。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个火的特质过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一些行业其实会在未来的20年，就是9运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兴旺。那我们所以就进入第2点，9运的最兴旺的行业，第一个一定是科技行业，因为科技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你看你现在有的手机电脑网络虚拟货币这些，我们都是非常的快速，让大家可以连接起来，进行更多的沟通。但是
你看这个科技，你是不是觉得它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就是你说Internet 网络的话，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地方或者一个东西可以给你抓着的，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那另外呢，为什么火也代表科技呢？是因为科技是可以升华或转化你的生活素质的一个行业，这个也是非常符合火的。那第二个会受主运影响最大呢，其实就是关系到美的行业，好像美容啊、化妆啊。为什么呢？因为火嘛，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外在的、比较感觉型的，所以它会让很多人会开始更注重他们的外貌、他们的外表。所以这些行业呢，他们都会因为这个火的影响，而导致越来越多人会更注重他们的外表。然后第三个行业呢，关于身心灵的行业。那为什么身心灵是属于火呢？是因为火的这个升华、这个转化的特质。你想一下，其实身心灵它就是让我们的心灵提升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行业。身心灵行业有包括什么？疗愈的行业像瑜伽、冥想、颂钵。当然还有包括我们这种玄学、星座、塔罗占卜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跟这种比较虚的、比较心灵层面的行业，都属于是火的行业。所以接下来20年的话，你会看到，其实你现在都已经看到了，大家对这些内容都会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你为什么会看这个视频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在九运的时候会比较兴旺的一些行业。那第三个你需要懂关于九运的呢？离卦代表的一个中年女性的形象，在接下来20年政治上或者商业，你就会看到很多中年女性开始进入这些行业，然后她们成为主要的引领者，在这些领域的主导者。这个中年女性的形象在离卦，它其实也是代表某一种有一点微胖的一个女性，她不是一个非常苗条或非常瘦的一个形象。所以其实你会看到服装行业或者我们的一些审美观念我们开始已经在转变了。我们在走的这些服装的风格都会比较趋向于宽松舒服。最好的例子，你就是去看 Uniqlo。那 Uniqlo 的衣服呢，就是非常符合九运的一个形象。其实为什么 Uniqlo 会这样成功，也是因为大家开始会很想要这种类型的衣服，他们会觉得舒服最重要，某一种自由感，一种解放的衣服比较松垮、比较舒服、居家这样子的感觉最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九运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一些转变。这样，第4点，我们就来到比较玄学的部分。九运它代表的一个最重要的方位，也就是南方。这个是从风水的角度而言因为离卦代表的就是南方。那我们要怎样利用这个资讯呢？其实就是你要看你的家的风水，你把你的家画成8个方位，要看你家的南边，你家里面那个南部的方位。然后这个你家的部分呢，就是会在20年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方位。方位我们叫 sector， 就是那个位置。你就要看那个位置是你的什么，可能是你的睡房或者你的厨房、你的大门，或者是你的厕所、储存室 store room 这样子，都不用紧。最重要的有一个点，你只要记得，就是那个地方你要保持整洁，然后保持干净，不要放太多的杂物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九运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能量是最兴旺的。你的家这个南部的能量是最兴我们叫最兴，就是最兴旺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让那个能量可以在那边流动。我们风水讲就是一个能量的流动。所以在最重要的这个部位，接下来20年，你就不要有太多的杂物去阻挡着它，你要让它空气流通，你要让它保持干净。无论是厕所或者储存室也不用紧，你总之把它保持整洁，那些东西排好来，然后干净。如果是厕所的话，时常保持干燥，要让它通风。那这是第1点。然后第2点呢，其实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去做你的一些工作
或者你可以拿来读书。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书桌或者你的电脑放在那边，就你可以在那个位置呢去处理你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是非常的好啦。所以这是最简单的2个用法啦。有时候大家会觉得风水就是要怎样要看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像我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只是用最简单的方法，你直接去用那个方位，你就可以最快得到它的一个好处。好，那接下来第5点呢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在9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议题我是打算再拍多一个视频来讲的。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什么的隐忧。我觉得就是关于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因为其实离卦它是一个非常向外的、非常上升的一个能量。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关于丁巳月的这个运势分析的视频里面有讲到，就是因为丁巳月是非常火的，它上下都是火，所以这个能量就会导致那个人精神耗损非常的快，他可能一下子可能会很亢奋，但是很快又觉得很累，然后他就开始整个虚脱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状态你要想我们在持续20年，一个大的一个能量在影响每个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那个人的一个心理状态会受最直接的影响。所以你会看到在迈入我们9运的时候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开始有可能忧郁感觉很压力，尤其是焦虑。我觉得焦虑是接下来20年最多人可能会有的一个问题。其实你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火的一个特质。怎么说呢？你每一天你看手机，你滑手机，你看到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短视频 TikTok 就是抖音或者小红书 IG、Instagram 的 Reel？ 就为什么这些平台全部都进军到短视频里面？其实就是因为火9运，因为大家的那个关注力都变短了。我们都要很快速的东西，我们要快速的满足某一个欲望，所以我们就要看都是很短的视频。然后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兴盛的行业，其实现在就是网红，每个人都要得到你的关注，每个人都要得到你的赞，这样子当然不要忘记赞我的视频那当然就是，所以你看每个都是很火的。所以现在每个做网红的，做这种内容创作的，我们都是想要得到你的关注，来看我们的内容。你想象一个人他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都这样子的状态的话，那其实他的精神状态是会被耗损很快的，他会觉得非常的容易疲惫，而且他会受很多这种网络上的一些资讯让他变得非常的焦虑。好像他看到哇，你看那个人他这么美，或者你看哇，你看他这个人可以驾跑车，他只要做一样事情，他就变得很有钱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会要去追那个火那种很外向的，但是他同时又是很空洞的、很虚的一个东西。当然不是我啦因为我这里的其实是在给你内容就是自讲自爽这个 OK。所以我们这第5点要讲的就是未来的人可能会接下来20年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状态会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很注意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在第3点会讲身心灵这个行业会兴起。你要想为什么会兴起其实是因为大家需要，就是我们需要去疗愈。我们为什么先需要疗愈先？你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问题，你有一个心理问题，或者你有一个创伤，或者你有一个状态，你要去处理，然后让自己回到内心，变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身心灵或者这些玄学说这些行业为什么会兴起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都在找一个答案，我们大家都在要疗愈自己，要寻找自己。那为什么会要寻找？就是因为我们很迷茫会有迷失就是因为这个火的这个能量导致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啦，去让你回到内心的平静，回到内心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探索，去学习要怎么做。所以以上呢就是5点关于九运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然后留言让我知道你们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那我就会做更多关于九运的视频。更好的话，你可以把我分享出去，给你身边的朋友或家人去多一点了解关于我们接下来20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趋势让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准备，去面对这个接下来的20年。好，那我希望这期视频呢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OK， 拜拜。